你跟他说建议，他听到的是意见；你跟他说事实，他听到的是质疑；你跟他说方法，他听到的是教育；你跟他说问题，他听到的是抱怨；你跟他说道理，他听到的是偏见。这不是沟通的问题，这是认知的鸿沟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你真心想帮他，你掏心掏肺跟他讲，结果他翻脸了。你觉得莫名其妙，你觉得好心被当驴肝肺。后来你才明白，你们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经过他的认知过滤，全变成了攻击和指责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因为跟人讲道理，讲到最后自己气得半死？你是不是也曾经试图叫醒一个人，结果被反咬一口？你是不是也活到了这个岁数，才终于承认，有些人你说破天也没用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。佛经有云，众生根器不同，如种种花，同受雨露，各得生长。意思是说，每个人的根基、悟性、认知水平不一样，同样的雨水落在不同的花上，开出来的花完全不同。你不能要求一朵仙人掌开出玫瑰的样子，你也不能要求一个低认知的人听懂你说话的本意。你想想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亲戚？你跟他说别抽烟了，肺都黑了，他说你咒他；你跟他说这个保健品没用，别花冤枉钱，他说你不孝，舍不得给他花钱；你跟他说那个项目是骗局，千万别投，他说你看不得他好，想挡他财路。你说什么都不对，你说什么都变成你在害他。后来你不说了，结果他生病了，钱被骗了，项目黄了，他来怪你，说你怎么不早点提醒他？你说你提醒了，他说你那叫提醒吗？你那是在教训我。你终于懂了，他需要的不是你的建议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应声虫。他不想要真相，他只想听他想听的话。低认知的人有一个最可怕的特点，他们把所有信息都当成情绪来接收。你说客观事实，他听出了你的态度；你说科学依据，他听出了你的偏见；你说善意提醒，他听出了你的优越感。他们的大脑里装着一个过滤器，把所有不认同自己的声音全部归类为敌人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佛家讲的我执。我执太重的人，心里只有一个我。我的看法是对的，我的感受是重要的，我的面子不能丢。至于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，你的出发点是善是恶，根本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的话让我不舒服了，那你就是错的。跟这种人相处，你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被消耗。你每说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，怕伤到他脆弱的自尊。你每做一件事都要反复解释，怕他误解你的好意。你活得越来越累，越来越憋屈，越来越不想说话。最后你发现，你已经被他拉到了跟他一样的认知水平，然后他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了你。有人会问，那我们就不能帮他们了吗？能帮，但要讲究缘分和智慧。佛家讲，渡人先渡己。你自己还没有站稳，就跳下水去救人，结果两个人一起淹死。你首先要看清楚，这个人是不是可渡之人。一个不想醒的人，你叫破喉咙他也听不见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后来我才发现一个特别残酷的规律，你这一生的能量是有限的，你把太多能量花在跟低认知的人纠缠上，你就没有能量去提升自己了。我见过太多好人，热心肠，见不得别人走弯路。看见朋友投资被骗，赶紧去劝；看见亲戚教育孩子方法不对，赶紧去教；看见同事工作方式有问题，赶紧去说。结果呢，朋友觉得他挡财路，亲戚觉得他多管闲事，同事觉得他爱显摆。一腔热血换来的是一盆冷水。你知道最难受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他们不听你的，是他们后来吃了亏，跑来找你哭。你心里想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不听。但你不能这么说，
你一说就又变成了你在幸灾乐祸。你得忍着，得安慰，得帮忙擦屁股，然后又来一轮，你还是忍不住去提醒，他还是听不进去，最后又是你收拾烂摊子。这就是典型的农夫与蛇，不是蛇坏，是农夫非要救一条不该救的蛇。蛇的本性就是冬眠，你非要叫醒它，它不咬你咬谁？低认知的人有他们的生存逻辑，你非要强行灌输你的逻辑，冲突是必然的。经书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贱卖，不是自私，是规律。珍贵的东西不能随便给，因为你给了，人家不珍惜，反而糟蹋了。你的建议，你的经验，你的智慧，那是你吃了多少亏，摔了多少跤才换来的。你随随便便给一个不领情的人，他拿去当耳旁风，你对得起自己受的那些苦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年轻的时候，长辈跟你说的话，你听进去几句？你爸妈让你好好读书，你听了吗？你师傅让你踏实做事，你信了吗？你领导让你别跟那个同事走太近，你在意了吗？因为你当时也是低认知的人，你听不懂那些话，你觉得他们老了，过时了，不懂你们年轻人。直到你自己撞了南墙，头破血流，你才想起来，哦，原来他们说的是对的。但那时候你已经付出了代价，这就是成长的成本。你不能代替任何人去成长，哪怕你是他最亲的人。他该摔的跤一个都不能少，他该掉的坑一个都绕不过去。你替他挡住了，他永远不会长记性。所以卢叔跟大家说句扎心的话，那些不听你话的人，你就别说了；那些质疑你动机的人，你就别管了；那些把你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的人，你就放手让他们去经历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都有自己的债要还，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你可能在坏他的功课。他这辈子就是要吃这个亏才能醒悟，你非要拦着，结果他下辈子还得再吃一次。你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？想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了。佛家讲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你的发心可以不变，你的善意可以不变，但你的方式要随缘。缘分到了，他说师父你骂醒我吧，你再说也不迟。缘分没到，他说你别管我，那你就让他走吧。远离低认知的人，不是瞧不起他们。你想想看，你跟低认知的人纠缠1年，你的认知会不会被拉低？因为你每天都在解释，在证明，在争论，你的所有精力都花在对付那些根本不值得你花精力的事情上。你没有时间读书，没有时间思考，没有时间提升自己，你的认知就停留在原地，甚至倒退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原本很优秀的人，到了一个糟糕的环境里，慢慢就废了。不是他不想好，是环境太消耗了。身边全是低认知的人，你跟他说努力，他说你内卷；你跟他说学习，他说你装；你跟他说存钱，他说你抠门；你说什么都是错的，你做什么都是另类。最后你为了合群，你把自己降到了跟他们一样的水平，这是最大的悲剧。你本来可以飞，但你为了跟鸡待在一起，你剪掉了自己的翅膀。然后你安慰自己说平平淡淡才是真，你那是怕被别人说你不一样。远离低认知的人，是你对自己最大的慈悲，也是你对他们最大的慈悲。因为你走了，他们就不用再看到你这个让他们不舒服的存在了，他们可以继续在自己的认知世界里舒舒服服地待着，没有人打扰他们的美梦。你走了，世界清净了，两全其美。经书里有个故事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道天天跑来骂他，佛陀从来不回应。弟子们忍不住了，问佛陀，您为什么不反驳他？佛陀说，如果有人送你一份礼物，你不收，这份礼物属于谁？弟子说，属于送礼的人。佛陀说，对呀，他的辱骂我没有收，所以还在他自己身上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？是你不跟低认知的人纠缠，他的低认知就伤害不到你。你一旦接了招，
你就收了那份礼物。你跟他吵，你就变成了跟他一样的人。你跟他争，你就落入了他的节奏。他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他的攻击方式，就是把你拉下水。你要是不下去，他就拿你没办法。你问问自己，你过去有多少时间浪费在了不值得的人身上？你跟那个不讲理的亲戚争房产，争了3年，人家还是不讲理，你气出了一身病。你跟那个没教养的邻居吵架，吵了10几次，人家还是没教养，你血压高了。你跟那个不懂事的同事较劲了1年，人家还是不懂事，你白白生了1年的闷气。这些人真的值得吗？他们值得你为了他们生病吗？他们值得你失眠吗？他们值得你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吗？你的身体，你的情绪，你的时间，是你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。你把最值钱的东西花在最不值钱的人身上，你算算这笔账，亏不亏？所以从今天起，你要学会一个本事，那就是转身。看到低认知的人，听到不讲理的话，遇到消耗你的人，就转身。不解释，不争辩，不纠缠。你的时间很贵，不要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讲到这里，卢叔想送大家3个字，也是我师父当年教我的。这3个字我记了20年。第一个字，止，停止向低认知的人证明自己。你不需要他们认可，你不需要他们理解，你不需要他们喜欢。你的价值不由他们定义。他们说你不行，你就行给他们看，但不是为了证明给他们看，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。第二个字，离，远离消耗你的环境。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认知，你的认知决定了你的命运。跟高认知的人在一起，他说一句话你就能开一扇窗。跟低认知的人在一起，你说100句他都听不懂。你是愿意跟懂你的人喝一杯茶，还是跟听不懂你的人说1万句废话？第3个字，关，关照自己的心。你是不是又在试图叫醒装睡的人？你是不是又在跟不值得的人较劲？你是不是又在用自己的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？看到了就停下来，然后回到第1个字，止，循环往复，直到这个习惯长在你身上。最后送大家一句金句，你记在心里，每天念1遍。你的能量很贵，不要贱卖给听不懂你的人。你的时间很少，不要浪费在不会醒的人身上。你的认知很高，不要降维去讨好任何人。佛经有云，自依止，莫依止他。依靠自己，不要依靠别人。你的路自己走，你的关自己过，你的认知自己守。遇到低认知的人，笑一笑，点点头，转身走。你不渡他，因果自会渡他；你不教他，南墙自会教他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，你有没有因为跟低认知的人纠缠而后悔的经历？或者你用了什么办法成功远离了消耗你的人？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修行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